事实上，魏无羡曾对艺术二字嗤之以鼻，毫无兴趣，终日沉迷于数字、符号的组合排列。第二次跳级后，周围能一起玩的小伙伴屈指可数，同龄人中更是毫无共同话题。为此，他老爹没少请专业人士给他做心理疏导。他实在不胜其烦，选了一个比较顺眼又似乎不太难的乐器作为业余爱好，以此来让家长安心。谁知笛子这一吹就是10几年，甚至还渐渐感受到了另一种美妙。和完成一项课题验证的满足感完全不同，是一种能将情绪与压力全部释放、彻底宣泄的畅快感。所以，无论魏无羡平时再忙，会空出练习的时间，也会关注一些同类的乐曲。正因如此，他才会因为蓝忘机的那段弹奏，抛下一切尴尬与不甘心，迫不及待地赶过来了。可真当他在小客厅里坐下，便难免想起自己曾怀疑蓝忘机意图不轨，就随便翻抽屉查柜子，着实不能算光明磊落的那些行为。他如坐针毡间，又见蓝忘机走向冰箱，拿出来一杯未拆封的奶茶，红豆奶盖加燕麦，正是魏无羡爱点的一款配置。标签上手写的大红二字眼熟又亲切，马克笔横从穿贯的一个大撇，把剩下的笔画全挤成了一团，分明就是蓝忘机外卖带走的那一杯。魏无羡，这是几个意思？为了专门留给我喝，所以跟我点同款。他心里止不住嘀咕，偏偏蓝忘机极其自然地把奶茶杯放在他手边，这才到琴桌旁坐下，一手按弦，一手又抽出一本薄皮小册，抬眼看他，道：这是琴谱。一缕目光斜斜地打在琴桌上，好似一条清晰的分界线，一半昏黄，一半暗淡，泾渭分明。蓝忘机的指尖被染成了暖黄，被简洁的封皮一衬，好看得要命。可魏无羡已经完全无暇注意到这些了，因为光是在对方的注视下维持表面上的淡定，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，实在是太不妙了。该死，怎么这么热？还有，屋子里怎么这么太安静？慌乱之中，他把笛子当作救命稻草拿了起来，像被老师点名似的立正站好，道：可我先吹一段给你听吧，我会的曲子不太多，练新谱也可以。蓝忘机，也好。以明亮清脆的高音为起，接连一串如珠落玉盘的婉转更迭，轻快中伴着一点俏皮，不是古曲，反而颇具流行乐的风格，独奏也仿佛带上了节奏的鼓点，连绵的串音仿佛吉他拨弦，动感流畅，虽不悠远，但感染力十足，让人忍不住击节应和。更妙的是，主旋律竟是取自蓝忘机的那段即兴琴曲。曲毕，魏无羡满足地叹了一声，果然吹笛正能静心。局促与紧张彻底被他抛诸脑后了。他得意地笑了起来，挑衅似的看向琴桌前的人。蓝忘机垂目略作思索，撇下琴谱，道：就他吧。魏无羡一时不及反应，下意识道：啊。蓝忘机不答，扣弦撩拨，旋律再起，与魏无羡刚才的笛曲尾音相连，铿锵有力，针锋相应，只续了3-5音节，便停了手。魏无羡双目炯炯，在琴桌前就地一坐，一把抓住蓝忘机按弦的手，道：有道理啊，古曲也是曲，即兴也是曲，何必执着于曲谱？既不用费劲排练，还更有现场效果。男神就是男神，这提议太棒了，简直深得我心。谁知蓝忘机竟清了清嗓子，避开了魏无羡的视线。是光线太暗吗？还是霞光的问题？为什么蓝忘机的耳根似乎又有一点泛红了？不对，一定是看错了。魏无羡奋力将视线从蓝忘机的耳朵附近移开，也同样清了清嗓子，从琴桌对面站起来，道：再来几段试试。蓝忘机不答，低头理了一下琴弦。随即琴音再起，接续一段变奏，同样的旋律，竟是不一样的味道，和魏无羡略带跳脱的风格截然不同，悠扬久远，荡气回肠，临近曲末，一记空泛的长音挑出，给魏无羡留出足够接续的引子。魏无羡欣然应战：你既然空谷幽兰，那我就用铿锵的战歌做回应。单纯的激昂层次不够丰富，那就辅以悲壮，曲调抻长，变调转折，几拍之后，琴音也会入了进来，用节奏应和。笛音几番爬升，最后的几拍渐弱，转为附和，
将主场再度还给了蓝忘机。几轮抖落下来，魏无羡兴致愈浓，也不像开始时刻意装模作样，比一比谁奏乐的姿势更帅了，而是干脆转回来，眼睛盯着蓝忘机的指法，这样更方便配合曲调和节奏。正渐入佳境，却见蓝忘机一记抹弦，因还未散尽，却把余韵按停，道：“到此为止吧。”魏无羡啊了一声，还保持着吹笛的动作，看了一眼蓝忘机，又看了一眼手里的笛，意犹未尽道：“怎么停了？不是才刚开始？”蓝忘机敲了一下背后的墙，道：“扰民。”魏无羡恍然，学生宿舍的隔音很一般，那墙是中空的，想必刚才的合奏整层楼都听得清。他又抬头看了一下挂钟，哀嚎道：“这才刚过7点，不用这么认真吧？再来一会就一小会。”蓝忘机：“不行。”魏无羡试探道：“学长，隔音棉听过没有？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？”蓝忘机：“下周6你早些过来就好。”魏无羡无奈，心道：这句话可有那么一点点抱怨的意思了，嫌弃我过来的晚。可我就算早知道合奏好玩，受到的打击也不会少一点，就算在寝室躺了2小时，我的小心肝也都还没粘好呢。哎，这下可好了，心还没静，蓝忘机身上的闪光点却又多了一样。误解了这么久，一时半会还真没办法把蓝忘机当成好兄弟看，这下可怎么办呢？要不要再试探一下？说行动就行动，只是他头一次在目的上不明确不的情况下开始行动。正逢蓝忘机站起了身，经过他身边，魏无羡就是一晃，一把扶住蓝忘机的肩。他道：“哎呀，吹得猛了，有点头晕。”蓝忘机毫无怀疑，只当魏无羡久不练笛子，又站着吹了半天，缺氧头晕，于是伸手扶住他，道：“进去躺一下。”不行，躺着你又不在旁边，怎么试探？不能躺。于是魏无羡道：“不用，肩膀借一下，一会就好。”蓝忘机。魏无羡心里想着试探，正确的方法是主动抱着对方，借着身高差，或者不经意把手放在胸口，窥探对方的心跳声。正常的好兄弟不会因为一个拥抱而心跳加快或者体温升高，而蓝忘机再怎么面瘫，总不可能连心跳也一起瘫。可当真行动起来，到底是束手束脚，魏无羡根本磨不开，这跟好哥们之间的搭肩搂背完全不一样。他紧张的手心直出汗，就算鼓起最大的勇气，也只敢将额头轻轻靠着蓝忘机的肩骨，再多却一点都不敢动了。魏无羡半闭着眼，心跳快得要命，脑子里烧成一团浆糊，只记住了不能让蓝忘机发现他很紧张这一件事，于是拼命放缓呼吸。就在他草木皆兵的关键时刻，后脖梗忽地传来微暖的触感。魏无羡下意识一颤，却是蓝忘机扶着他的头，微微转过来了些，好让他靠得更舒服一点。魏无羡倒抽了一口气，差点窒息，快跳出喉咙的心脏也在一个劲的抗议。这么一来，姿势更亲密了，他仿佛整个人都被蓝忘机笼进了保护圈，额头脸颊贴着蓝忘机的领口、喉结，皮肤的暖意顺着接触面而来，像电流在导体里乱窜，又酥又麻，让人浑身发软，越发止不住慌张和混乱。